第三届我是棋手首轮的精彩对局是由红方东方电脑柳大华对阵棋子大师曹岩磊。开局选择反向中炮对屏风马的流行开局。红方过河车，黑方选择左马盘河，再选择横车。红方选择一路非常稳健的走法，就是平车抓马，再选择马三进四，攻击黑棋的中路。黑方赶快补强，红方再选择卸炮，下的比较稳健。黑方霸王车，形成两个车的一个联系，那么红方呢就正常补象。黑方选择回马，很显然准备要冲卒，威胁红棋的类车。下到这里，红方该如何处理呢？其实可以完全不理，走一个炮二平三，看你黑方怎么动。那黑方既然已经选择了回马，肯定是要选择冲卒的。红方这里就可以考虑退车抓马抢先。黑方如果选择回马登车，那么红方就再选择把车抬回去，将来准备要平车压马，那你黑方不能再跳回来来回踩车，这是黑方一个长打，所以黑方不能回马。那如果选择走炮二平三呢，红棋可以出车抓炮抢一个先手，再选择飞掉过河卒，这样红方是比较满意的，子力呢全部出动，黑方没有便宜。那实战当中红棋没有走炮二平三，选择把边卒给吃了，结果黑方呢他还是拱卒，所以其实红方这步棋呢仅仅是消灭了边卒，捞取了一个实惠而已，黑方依然是有冲卒入侵的手段。红方实战为什么没有去飞掉呢？如果这样去飞，黑方有一个进炮打马的手段，红方可以考虑走兵三进一，这是当前唯有的好棋。那么如果黑方选择打象，红方可以飞象抓炮，这边抢先，这边还要拱下去，所以黑方要先解决这个兵，红棋就可以落象回来。这里黑棋有一个冲卒抓马的威胁，但是红方可以跳进去啊，咬着炮，下步棋我要飞掉你抢先。那如果黑棋选择躲呢，红方就车一平三，准备用车把这个卒吃掉，是一个很高效的下法。那么黑方肯定是不肯，会走一个平炮啊，红方呢再选择回马，你要是拱我呢，我就杀掉你。如果黑方跳上来呢，红方呢就强行飞掉你，你要踩我，我还是要吃你的炮。总之是一个交换。黑方如果平车抓呢，红方就可以退车，先守住，形成这样的局势，应该说红方也不差，完全可以抗衡，局面也是可行的。通过演变呢，所以这个局面呢，红方选择飞掉其实也是可行。那么实战呢，我猜红棋还是顾忌黑方这个进炮打串，所以没敢这么下，走了一个炮二平三。那么简单平炮让黑棋保留了过河卒，那黑方呢就要反先了。红方虽然可以抓一手，那黑方就躲呀，这个马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实战选择跳一个窝心。那由于红方有窝心马，所以黑方呢就快马加鞭，准备将来冲上来奔袭卧槽。红方平车，黑方就跟你对车，红方也没法躲了，索性呢选择对调。对完之后，显然黑方反先，红方的子力都在家里面，那黑方有过河卒，这个马将来冲进来呢还要威胁卧槽，所以红棋未雨绸缪，我先退手炮，先把卧槽点位给防住。黑方就选择炮九退一，下的非常的灵活，将来准备把这个炮调过来，从左边进攻。红棋进马踩炮，黑方一躲，再选择马五进三，把窝心马跳出。这个局面其实黑方呢进车抓马也是非常好的选择，那实战呢选择卒五进一，想去围困红棋的六路马。红方顺势兵五进一，黑方果断吃过来。虽然红棋有一个进马踩炮踩卒的先手，但是黑棋可以马七进五扛住。走到这里，红方没有着急
去吃卒，而是走了一个卷进3。这样呢，黑方进炮打马，看起来这步棋啊好像不太好，人家本来就可以踩卒啊，你怎么还打人一下呢？这不给人赶棋吗？你不打人家还要踩卒。但是红方踩回来之后呢，黑方很有意思啊，走了一个炮4平3。这个曹元磊大师的想法呢，有的时候确实是与众不同。他打一手呢，再把炮平过来，就是希望你红方踩进来。这样呢，黑方将来有一个马5进3的棋，始终有一个不错的进攻点。红方肯定是不能吃啊，因为你吃卒呢，人家黑方正好马5进3，你不吃人家还有马5进3。结果呢，你要吃人家进马正好打车踩马，那红方想要顶住的话呢，只能是摆中车给马生根但是没用啊，黑方有一个摆中炮，这样呢，红方肯定是要丢子了啊，下步棋呢，人家就直接把马打掉啊，黑方多子必胜，所以红方肯定是不能吃卒。这个棋呢，好的下法就是炮3平1，红方把炮分边，这个棋呢还可以去抗衡一下，至少红方不会很快输棋。那么实战红方这里走一个进炮啊，应该说呢是有问题的一步下法，看起来与对方对炮好像不错，但是黑方还是一个顺势上马啊，非常丝滑，让红棋这步进炮呢变成了空招，反而呢跃马踩马，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实战红方选择摆中炮去掩护中马，但没用，黑方还是这步炮9平5，始终有一个立中炮的反杀啊，红方的马呢在中路啊就待不住了啊。这个棋呢，如果你选择马回6没用啊，人家横卒一抓受不了。那如果选择马回4呢，人家跳进来啊还是受不了，这边踩着马，这边卧槽啊，所以这个棋啊非常的痛苦，红方被逼无奈，只能是马5进6往前硬冲，结果被人家呢白白把这个炮就给打了。虽然红方可以吃卒抓马，但黑方接下来呢有一个炮6平5的妙手啊，非常符合曹元磊的风格。这一盘棋啊，要是不弃个子呢，就不是曹元磊下出的棋。把中炮一立，你不敢吃，这曹元磊弃子啊，也不是每次都能吃。你要是吃马啊，那黑方有一个马4进6，非常巧妙。他这个中炮把你的炮给粘住了，你打炮来不及啊，你打出去人家卧槽这边一将僵死了。所以呢，红方来不及打，这边眼看着卧死啊，你不动也不行，平车不行，平车这边挂角就僵死了。所以红方唯有的招法就是马3进5，只能跳马顶住。那黑棋呢简单了啊，可以跳一将，你只能平炮顶啊，再选择进车。这个马呢被中炮给吊住啊，这个马呢就要丢了，因为你这个马不敢轻易乱动啊，你回马看不住，回马这边飞车呢，你要是卧呢，你要卧槽，人就平炮顶住啊，没用，你这个马呢肯定是要丢，红方必丢大子，这棋呢也就是必输了。所以下到这儿呢，红方一看吃马也不行啊，这个吃马人家马跳进来，就走了个马3进4，这步棋呢还是相对顽强的走法了。但是呢，由于黑方前面的优势太大，这里呢曹大师走一个简单的平车吃马啊，红方呢也就没办法了，你这个马没地方走啊，就算有地方走呢，黑方目前呢已经是多大子，红方再想把这个子吃回来呢，已经是绝无可能，索性呢选择换啊，那黑方呢就简单吃，你再吃呢我再吃，黑方下的还是很简洁的啊，用马回来吃啊，防止你呢你跟我形成对炮，这样呢你要是跟我对呢，我形成车炮卒，这个车炮卒啊赢车士象权，比这个车马卒呢赢士象权的难度呢要小得多。所以为啥黑方用马回来吃呢？就你跟我换呢，我赢棋的难度是很小的，所以红方不敢换呢，就走了一个平车。那黑方呢就简单平过来，这样呢形成了车马炮对车炮士象权的必胜之势。实战红棋选择平车，黑方简简单单把马一跳，形成这样的局势呢，局面已经是很平稳了，也非常的明朗。黑方净多一个大子，那红方柳特呢一看啊，这棋呢大势已去，就选择了投子认负。